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列出心目中最健康的水果排行榜，第一名你会选什么？很多人会脱口而出蓝莓，还有人会说苹果、香蕉、葡萄。可是告诉你，这些答案全部都错。你以为香蕉很健康吗？你以为葡萄是养生神物吗？你以为蓝莓就是抗氧化之王吗？告诉你，全错。这几年，从美国农业部到欧洲营养研究机构，从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到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全世界顶尖的营养学家和长寿研究专家，把几十种常见水果一个一个放上实验台，从抗氧化能力到端粒长度，从粒线体再生到认知功能改善，从心血管保护到血糖控制，一项一项地测，一笔一笔地算。结果呢？结果让所有人都傻眼了。葡萄，那个被你天天称赞有花青素、有白藜芦醇，被吹捧为养生圣品的葡萄，竟然只排第10。蓝莓，那个被加冕为水果之王，被当成脑力补品，天天往孙子嘴里塞的蓝莓，居然只排第5。那么第一名是什么？告诉你，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发现第一名这种水果体内藏着一种神奇的化合物，当这个化合物进入人体细胞之后，能够重新启动我们体内已经老化、已经失效的粒线体，让细胞像被重新点火一样再度燃烧起来。实验中，吃了这种成分的线虫，寿命直接延长了 45%。换算到人类身上，原本能活80岁的人，如果这种延寿效应完全转化，理论上活到116岁，甚至120岁都不是梦。更不可思议的是，2025年最新的人体临床试验结果出炉，研究团队找来72位55到70岁的长辈，连续服用这种水果的萃取物1-2周，结果他们体内的 IGF-1 激素，也就是和肌肉维持、血管弹性、代谢健康直接相关的长寿荷尔蒙，竟然真的明显回升了。同时，慢性发炎指标下降，收缩压下降，认知灵活度提升。多家国际医学期刊把这项研究称为老化逆转的科学曙光。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水果？为什么几千年前的中东文明把它奉为神圣之果？为什么考古学家在3500年前的法老坟墓里都会发现它干枯的种子？医师看到这份研究都震惊，因为这颗果子可能比任何保健食品都更接近长生不老的秘密。在开始讲排行之前，我先给大家一个重要的观念，为什么水果这么重要？因为从全球公认的5大长寿村，包括日本冲绳、希腊伊卡里亚岛、意大利萨丁尼亚岛、哥斯达黎加尼科亚半岛以及美国加州罗马琳达，这5个地区的研究数据都显示，当地100岁人类每天平均摄取2到3份的水果。国家地理杂志长期追踪的调查发现，每天吃下一份大约1颗苹果分量的水果，在接下来4年内，死亡率比完全不吃水果的人低 60%。 60% 是什么概念？这比目前任何一种抗衰老保健食品的临床数据都还要惊人。但是重点来了，水果和水果之间的差异比你想象中还要巨大。同样是一颗水果，有的能让你延年益寿，有的却只是糖水。有的能修复你细胞里的发电机，有的却只是让你血糖飙升。所以挑选水果比你想象中重要的多。别急，故事很长，我们一个一个来。今天就把这份颠覆认知的全球10大最健康水果排行，从第10名一路讲到第1名，每一个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都有它的玄机，每一个都可能改变你接下来几十年的生活方式。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排在第10名的是葡萄，是不是有点惊讶？我们从小被教育，葡萄是好东西，葡萄皮里有白藜芦醇，葡萄籽里有原花青素。地中海地区的人天天喝红酒，活到90多岁还在田里跑，据说都和葡萄这些抗氧化物质有关系。可葡萄怎么会只排第10呢？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剂量和糖分这2个字。没错，葡萄里是有白藜芦醇，但是你知道吗？要吃到实验室里证实有效的剂量，一个成年人一天大概要吞下好几公斤的新鲜葡萄。那么多葡萄，糖分有多高？
果糖含量有多高。一串普通的葡萄含糖量大约16到20克，已经非常接近一罐可乐的糖分。对于有血糖困扰、有糖尿病前期警讯的长辈来说，这种健康水果其实藏着陷阱。而且葡萄最珍贵的抗氧化物质集中在葡萄皮和葡萄籽，可是有几个人会连皮整颗嚼下去，有几个人会嚼葡萄籽，剥皮吐籽，吃葡萄等于把精华全丢了，剩下的就只是高糖水分而已。2024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期刊的一项大型分析显示，葡萄的综合营养密度在常见水果中只是中等偏厚，它的维生素 C 含量不高，膳食纤维也只有苹果的一半。它的故事被讲得太美好，但真正能吃进身体的好东西比我们以为的少很多。那葡萄到底该怎么吃？营养师给的建议很简单。第一，连皮一起吃，洗干净之后整颗放进嘴里，皮一起咬碎，这样才能吃到白藜芦醇。第二，选深色品种，黑葡萄、紫葡萄的抗氧化能力远远超过绿葡萄。第三，每天控制在1小串以内，差不多手心一捧就好，避免果糖过量。记住这3点，葡萄就还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你期待它让你长命百岁，那真的往下看，后面还有9位真神在排队。排在第9名的是香蕉。香蕉的故事更有趣，多少年来，香蕉一直被当成补钾神器。一根香蕉的钾含量大约400毫克，对血压控制确实有帮助。运动员流汗多，吃根香蕉补电解质，这是常识。可是香蕉就因为这一个钾含量的特长，把自己的位置推到了第9。为什么？因为除了钾以外，香蕉的营养广度其实平平。香蕉是高碳水化合物的水果，一根普通大小的香蕉含碳水化合物将近30克。对于糖尿病患者，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熟透的香蕉就像一颗小炸弹。GI 值也就是升糖指数，熟香蕉可以到60以上，这是相当高的。而且香蕉的抗氧化物质含量远远低于浆果类，维生素 C 只有苹果的一半都不到。但是别误会，香蕉并不是不好。研究显示，香蕉里的抗性淀粉，特别是还没完全熟透，皮上还带点青色的香蕉，含有大量这种特殊淀粉。抗性淀粉在小肠不被消化，会直接进入大肠，成为肠道好菌的食物，帮助肠道菌群健康。所以如果你便秘，如果你肠胀气，如果你的肠道状况不太好，每天一根偏轻的香蕉搭配早餐燕麦，这个组合对肠道的好处非常明显。但要记住，挑选香蕉看皮色就知道吃法。皮上有黑斑，整根都熟透变软的香蕉，糖分最高，最容易让血糖飙升。老人家少吃。皮微轻，捏起来还有点硬度的香蕉，抗性淀粉最丰富，最适合肠道保养。同一根香蕉，3天前吃和3天后吃，营养价值完全不同。下次去市场买香蕉，记得这个秘诀。排在第8名的是苹果。有句老话叫做每天一苹果，医师远离我。这句话从100多年前传到今天，背后其实有非常扎实的科学基础。苹果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它身上集合了3种顶级营养素的组合。第一是果胶。苹果是水溶性膳食纤维的天然库存，特别是果胶这种物质，进入肠道后会吸水膨胀，形成果冻状的物质。这团果冻会把肠道里的胆固醇，把多余的脂肪一起包裹起来，然后送出体外。哈佛大学公卫学院的长期追踪研究显示，每天吃1颗苹果的人，10年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不吃苹果的人低了将近 20%。 第二是胡皮素，这是一种强效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主要集中在苹果皮。胡皮素被证实具有抗发炎、抗过敏甚至抗肿瘤的潜在作用，所以一定要连皮吃，这点很重要。市面上很多人喜欢削皮吃苹果，那等于把苹果 70% 的抗氧化能力扔进垃圾桶。第三是儿茶素，没错，就是绿茶里那个让你瘦身、让你抗衰老的儿茶素，苹果里也有，而且含量不低。不过苹果为什么只排第8？因为它虽然全面，但每一项都不是顶尖。
维生素 C 不如奇异果，多酚密度不如浆果，特殊机能性成分也比不过石榴。他就像班上那个成绩都不错，但没有一科第一名的好学生，稳稳当当，可靠优秀，但离神级还有一段距离。最佳吃法：一天一颗，连皮吃，最好选有机认证或仔细清洗的苹果。午后当点心，配一小把坚果。这个组合对血糖最友善。排在第7名的是木瓜。很多人不知道，木瓜其实是被严重低估的水果。它有什么厉害的？2个字：酵素。木瓜里含有一种叫做木瓜蛋白酶的天然酵素，这是大自然赐给人类最厉害的消化助手之一。台湾很多上了年纪的长辈常常饭后肚子胀，东西卡在胃里半天不动，这时候吃一块木瓜，肠胃马上就舒服了。为什么？因为木瓜蛋白酶能直接帮你分解蛋白质，分担胃和胰脏的工作量。对于消化功能退化的老人家，木瓜简直是饭后甜点的最佳选择。除了酵素，木瓜的维生素 A 含量惊人，一颗中型木瓜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几乎相当于2根胡萝卜。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会转化成维生素 A， 这是视网膜、皮肤、免疫系统最需要的营养素。年纪大了，眼睛容易干涩，视力慢慢退化，多吃木瓜就是天然的护眼方案。2024年，一项刊登在营养素期刊的研究显示，每周食用木瓜3次以上的中老年人，皮肤老化的速度显著低于对照组。研究人员推测，这含木瓜中的维生素 C 类、胡萝卜素以及多种多酚的协同作用有关。木瓜还含有一种特别的物质，叫做木瓜苷。初步研究发现，它对肿瘤细胞有抑制作用。虽然还需要更多人体实验，但前景看好。怎么吃最好？挑选表皮已经带黄、轻压有弹性的木瓜，这时候酵素活性最强。早餐打成木瓜牛奶是最经典的吃法，奶香配果香，营养双倍。但糖尿病患者要注意，完全熟透的木瓜糖分不低，要适量。排在第6名的是草莓。草莓的厉害在于它几乎没有缺点，糖分低，热量低，营养密度高，这在水果界是非常少见的组合。一杯草莓的热量只有大约50大卡，糖分只有7克，但是维生素 C 却能提供一日所需的 150%。更厉害的是草莓里的鞣花酸，这是一种特殊的多酚类化合物。初步研究显示，它在试管和动物实验中对某些癌细胞有抑制作用。虽然从实验室到临床还有一段路，但鞣花酸的研究方向是目前抗癌营养学最热门的领域之一。2024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期刊的研究显示，规律食用草莓的人罹患高血压的风险降低了 25%。另外，每周吃3份以上浆果的女性，心肌梗塞的发生率比一般人低了 32%，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草莓的注意事项就一个，农药残留。它是农药残留量最高的水果之一，皮薄又表面凹凸不平，很容易积累农药，所以吃草莓前一定要用流动清水反复冲洗，最好再用稀盐水浸泡5分钟，再清洗1次。能吃有机草莓最好，虽然贵一点，但这个钱花得值。排在第5名的，重点来了，蓝莓。蓝莓终于登场。为什么蓝莓只排第5？明明它是公认的水果之王。这就要说到过誉这2个字。蓝莓确实非常好，但好到哪里？让我们看数据。蓝莓的核心武器是花青素，特别是石车菊素和飞燕草素这2类。这些物质让蓝莓拥有极强的抗氧化能力。美国农业部2024年发布的营养报告中，蓝莓的抗氧化能力排在水果类的前3名。但蓝莓真正让研究界疯狂的不是抗氧化，而是它对大脑的影响。美国老化研究所长期追踪发现，每周吃蓝莓2次以上的老年人，认知功能退化的速度比一般人慢 2.5 年。哈佛大学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连续吃蓝莓6个月的50岁以上成年人，记忆力测试的成绩平均提升了 15%。这个结果让所有研究人员都吃惊。为什么？因为蓝莓里的花青素能穿越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大脑组织，保护神经元免受发炎和氧化的伤害。
2025年最新公布的全球水果健康指数中，蓝莓在认知保护和心血管保护这2项都名列前茅，但是它的整体营养密度，特别是膳食纤维和关键矿物质含量，比起接下来几位选手还是略逊一筹。它是专科冠军，不是全能冠军。怎么吃蓝莓最好？新鲜蓝莓当然最好，但价格不便宜。冷冻蓝莓其实是个被低估的选择。研究证实，急速冷冻的蓝莓花青素保留率高达 90% 以上，几乎等同于新鲜蓝莓。打成果昔，撒在优格上，配燕麦早餐，都是经典吃法。野生蓝莓比一般栽培蓝莓的花青素含量高出整整 30%。如果预算允许，认准野生品种，排在第4名的是奇异果。很多人没想到，奇异果竟然能挤进前4，它凭什么？第一，维生素 C 密度。一颗奇异果的维生素 C 含量比一颗柳橙还要高，是柠檬的2倍以上。世界卫生组织2024年的营养报告，把奇异果列为单位重量维生素 C 最丰富的常见水果之一。维生素 C 不只是预防感冒，它还是胶原蛋白合成的关键原料，是血管壁、皮肤、关节健康的基石。第二，膳食纤维。一颗奇异果含有大约 2.5 克纤维，是同样大小苹果的 1.5 倍。而且奇异果的纤维是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的完美组合，肠道保健效果一流。新加坡曾经做过一项研究，便秘患者每天吃2颗奇异果，连续4周后 95% 的人排便状况改善，这个比例比市面上多数益生菌产品都要高。第三，奇异果含有一种独特的酵素，叫做奇异果酵素，类似木瓜蛋白酶，能帮助蛋白质消化。所以你如果晚餐吃了大餐，肚子胀胀的，饭后切一颗奇异果吃下去，包准舒服。奇异果里还有一种叫做血清素前驱物的物质，研究显示晚餐后吃1到2颗奇异果能帮助入睡，改善睡眠品质。失眠的长辈可以试试这一招，比安眠药安全多了。怎么挑？轻压有点弹性，香气浓郁的就是熟了，太硬的放在常温阴凉处，配1根香蕉一起放，会加速成熟。排在第3名的是酪梨，酪梨能排第3。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它不是脂肪超高的水果吗？没错，但它的脂肪是好脂肪。酪梨里有将近 80% 的脂肪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是油酸，这正是地中海饮食中橄榄油的主要成分。哈佛大学2022年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的研究指出，每周吃2份以上酪梨的人，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 16%， 这是非常惊人的数据。酪梨还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2种物质直接保护视网膜，预防年龄相关的黄斑部病变。长辈们最怕的眼睛问题之一就是黄斑部病变，最后可能导致失明。酪梨里的这2种类胡萝卜素是视网膜中央区域的天然滤光镜，能挡住伤害视觉神经的蓝光。酪梨的钾含量比香蕉还要高，膳食纤维丰富，几乎不含糖分，这对糖尿病患者来说简直是梦幻水果。它能让你有饱足感，稳定血糖，又补充重要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墨西哥地区的长寿研究发现，酪梨食用量大的家庭平均寿命明显高于不吃酪梨的家庭。唯一要注意的是，酪梨热量不低，半颗中型酪梨大约160大卡，要当配菜，不要当水果一口气吃完。最好的吃法是切片配吐司，或拌生菜沙拉，或打进果昔，每天半颗刚刚好。排在第2名的是柠檬，是不是又惊讶？柠檬那个酸到让你皱眉的东西竟然排第2。2014年，美国疾病管制中心曾经发表过一份强力水果蔬菜排行榜，根据17种关键营养素计算营养密度，在所有水果中，柠檬夺下第1名。为什么？因为柠檬的单位热量营养密度高得惊人，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极高，类黄酮含量丰富，特别是其中的橙皮苷和柚皮苷，这些都是强效的抗氧化和抗发炎物质。柠檬里还含有一种叫做柠檬烯的精油成分，研究显示这个物质对肝脏解毒、对淋巴循环，甚至对肿瘤防范都有积极作用。
日本国立癌症中心曾经做过长期追踪调查，每天摄取柑橘类水果的人，胃癌和食道癌的发生率明显较低。每天早晨一杯温水加半颗柠檬汁，这是地中海地区许多长寿老人的习惯。这杯水能温和唤醒消化系统，帮助肝脏排毒，补充水分和维生素 C， 顺便简化体质。虽然柠檬本身是酸的，但代谢后在体内呈碱性，这点很多人搞不清楚。不过要提醒，柠檬汁酸度高，喝完最好用清水漱口，避免长期伤害牙齿、珐琅质。胃食道逆流的人也要小心，空腹大量喝柠檬水可能不舒服。最聪明的吃法是柠檬连皮带肉一起切片，泡蜂蜜柠檬，这样连皮上最珍贵的精油和类黄酮都能吃到。好了，现在进入今天的重头戏，全球最健康水果第一名正式揭晓。说到这里，你心里可能在想，前面已经有葡萄、香蕉、苹果、木瓜、草莓、蓝莓、奇异果、酪梨、柠檬，9个位置都填上了。剩下的水果还能有什么选择？柳橙吗？番茄吗？番石榴吗？都不是。第一名是一个你可能完全没想到，但是只要你听完它的故事，你会立刻冲去市场买一颗回家的水果。它的历史超过5000年，它的科学证据完整到让研究人员震惊。它的延寿机制是目前抗衰老医学最热门的研究方向。第一名是石榴，是的，就是石榴。那个剥起来要弄得满手红色，吃起来要把籽一颗一颗挑出来，被很多人觉得麻烦的石榴，它为什么能登上王座？故事要从2016年说起。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做了一个让全世界营养学界震惊的实验。他们发现石榴里含有一类独特的多酚化合物，叫做鞣花单宁。这种物质本身人体无法直接吸收，但是经过肠道好菌的转化之后，会变成另一个小分子，叫做尿石素 A。而尿石素 A 正是延寿研究的圣杯。科学家给线虫喂食尿石素 A， 这些小虫子的寿命平均延长了 45%。 45% 是什么概念？换算到人类身上，原本能活80岁的人，理论上可以活到116岁，甚至120岁。研究团队接着在小鼠身上做实验，发现尿石素 A 能显著改善老鼠的肌肉功能，逆转肌少症，提升耐力。年老的小鼠在跑步机上的表现，吃尿石素 A 的那一组比对照组多跑了 42%。 为什么这么神奇？因为尿石素 A 能启动细胞里的一个关键程序，叫做粒线体制式。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里都有粒线体，这是细胞的发电厂。年轻的时候，粒线体运作正常，破损的会被自动清除回收，新的会不断生成。可是年纪越大，这个清理回收系统越迟钝，老旧破损的粒线体越来越多，新的却越来越少。细胞发电厂塞满了报废设备，整个细胞的能量输出就崩溃，这就是衰老的核心机制之一。而尿石素 A 能重新启动这个清理回收程序，把老旧粒线体清掉，腾出空间让新的粒线体生成。简单讲，它是细胞层面的资源回收车，是衰老引擎的重新点火装置。更不可思议的是，2025年最新的人体临床试验，研究团队找来72位55到70岁的长辈，连续1-2周，每天服用740毫克石榴萃取物。结果出来，这些人体内的 IGF-1， 也就是长寿荷尔蒙，明显回升。同时，慢性发炎指标包括 IL-6 和 IL-1 贝塔都显著下降，收缩压下降，认知灵活度提升。研究团队得出结论，石榴萃取物在多个老化指标上同时产生协调性的正向影响，这是极少数能达到这种全方位回春效果的天然物质。除了尿石素 A， 石榴本身还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K、叶酸、钾以及大量的多酚。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绿茶的3倍，是红酒的2倍以上。古代波斯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都把石榴奉为神圣之果，象征繁荣和永生。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经典里都有石榴的身影。
考古学家在3500年前的埃及法老坟墓中发现过石榴干。中东地区的传统医学把石榴用于治疗各种慢性发炎疾病，这个传统流传了4000多年。我们的祖先没有实验室，没有显微镜，但他们用几千年的经验，早就摸索出哪些食物能让人活得久，活得健康。今天，现代科学终于追上他们的智慧，用最严谨的实验证实，这颗红宝石一般的果实，真的可能藏着延寿的秘密。除了延寿，石榴的好处还不止这些。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连续喝石榴汁2个月的摄护腺癌患者，肿瘤标记物 PSA 的上升速度明显减慢。美国心脏学会的数据显示，石榴萃取物能让动脉硬化的进程逆转，斑块体积在临床试验中平均缩小了将近 30%。对于有高血压困扰的长辈，每天1小杯石榴汁，连续2周后，收缩压平均下降5到7毫米汞柱。这些都不是什么神奇传说，而是发表在顶级医学期刊上的硬数据。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秘密，石榴对脑部的保护力可能不输蓝莓。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发现，轻度认知障碍的长者连续喝石榴汁12个月后，记忆测试成绩明显改善，脑部磁振造影显示海马回的代谢活性提升。海马回是大脑的记忆中枢，年纪越大，这个区域萎缩越快，失智症就是从这里开始崩盘。石榴汁能让海马回重新活跃起来，这是阿兹海默症预防研究中极少见的好消息。那么石榴该怎么吃？整颗石榴吃下去最好，包括籽。石榴籽含有额外的纤维和抗氧化物质，不要吐掉，直接嚼碎吞下。每天吃半颗到1颗中型石榴，或是喝1小杯纯石榴汁，差不多就是研究中有效剂量的范围。但是市面上很多包装石榴汁加了大量糖，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成分标示，越单纯越好。最后我要说的是，今天这份排行不是要你只吃第1名，最健康的饮食方式是这10种水果轮流吃，每天保证2到3种不同颜色的水果上桌，红色的石榴和草莓，蓝紫色的蓝莓和葡萄，绿色的奇异果和酪梨，黄色的木瓜和香蕉。每一种颜色代表一组不同的植化素，每一组植化素守护你身体的不同部位。红色的植化素主要保护心血管和摄护腺，蓝紫色的花青素主要保护大脑和眼睛，绿色的叶黄素和叶绿素主要保护视网膜和肝脏，橘黄色的贝塔胡萝卜素主要保护皮肤和黏膜免疫。没有任何一种水果能涵盖所有功能，所以多样化才是王道。我也顺便告诉大家，吃水果的时机也很重要。空腹吃水果，糖分吸收最快，血糖波动也最大，所以糖尿病患者最好把水果放在正餐后30分钟到1小时当点心，这样升糖速度会缓和许多。早上和中午吃水果比晚上好，因为白天活动多，糖分容易消耗。晚餐后到睡前的3小时内，尽量避免吃高糖水果，否则容易囤积成脂肪。还有一个小秘诀，水果最好整颗吃，少打成果汁。一颗完整的苹果里有3克纤维，但打成苹果汁，纤维几乎全被丢掉，剩下的就只有糖水。整颗吃才能享受到纤维的饱足感，享受到咀嚼促进唾液分泌的消化好处，享受到血糖缓慢上升的代谢优势。喝果汁等于把水果最宝贵的部分扔进垃圾桶。科学家越来越发现，长寿不是靠一种神奇食物，而是靠饮食的多样性。把这10种水果分散在1周的每一天，搭配蔬菜、全谷、豆类、鱼类，再加上每天散步30分钟，晒晒太阳，和家人朋友多聊天，你的身体会自己给你答案。我们不是要追求活到120岁，我们是要追求活着的每一天都精神饱满，思绪清明，能走能跑能笑能拥抱。健康从来不在保健食品的瓶子里，而在你的菜篮，在你的餐桌，在你每一口认真吃下的食物里。从今天开始，把石榴放进你的购物清单，把蓝莓放进冰箱，把苹果放在桌上，把奇异果切进早餐，一点一点改变。3个月后、半年后、
1年后回头看，你会感谢今天的自己，